终于来了！杨紫荆百然主演的和顿的小可乐定档11月23日，万众瞩目的、万众期待终于来了。杨紫荆百然主演的和顿的小可乐女分析师权威预定11月23日优酷播出。去年没讲的故事，今年要让我们知道了，真是太神奇了。一共8集，短小精悍，重点是个人可以同时看。非个人每周3、4、5中午12点整更新1集，白菜要上椅。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方式。赫顿的小可乐带你揭开女分析师赫顿的内心底细，我们应该看到赫顿是如何一起成长的，不只是帮助别人，排忧解难，更要克服自己的感情惊魂未定。期待杨紫治愈系温暖的嗓音，加上我们的花衬衫现金开放，所以这次能看到海边的蒙眼吻。不少网友纷纷表示，这肯定不是基础剧，是完整剧。明天我们就能看到被抹杀的赫顿了。这一次我还能相信吗？女临床医生是单元剧，整个拍摄过程和创作都是按照美国戏剧风格等。女分析师终于明白叶家辉找不到赫顿的动机了。喜欢霍顿。在杨紫和井柏然主演的电视剧《女临床医生》中，精神倡导者赫顿和专科医生叶家辉可谓是同病相怜，两人在青春年少时都经历过挫折。赫顿有一个小弟弟叫俊，小时候赫顿很嫉妒妈妈对小弟弟的疼爱。月弟落水，母亲疏忽救月弟，月弟窒息踢水桶，给赫顿和母亲带来了非同寻常的灾难。从此，赫顿的妈妈智障了，时常认不出俊和赫顿，叫赫顿俊。赫顿一刻也没想过要留长发，怕水怕蜜。叶家辉在7岁那年被妈妈狠狠地抛弃了，一直都在剧烈的倒下。叶家辉的脑海里等待着妈妈离开他的地方，他也对这场倾盆大雨感到深深的恐惧。年少时同样伤痕累累，赫顿和叶家辉出人意料地离开了。虽然剧中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赫顿要当心理辅导员，但我猜他可能认为当心理辅导员可以帮助他摆脱困境。走上这条路不久，他就明白自己可以帮助别人，却无法解决自己的顾虑。叶家辉之所以选择专科医生，可能也是为了给妈妈治病。尽管他在心理治疗方面卓有成效，但他也忽视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这就是专家不善待自己的动机。赫顿虽然救不了自己，但他能感同身受，能深刻领会常人无法理解的东西。他相信这个普通大众中的每个人都不会遇到像他一样的恶化。他需要帮助那些心理不稳定的人，帮助他们战胜挑战，让他们重回正轨。赫顿之所以同意和钱凯怡一起做节目，是因为他相信通过公开直播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他从不认为在公共广播中会给他带来名誉、金钱等优势。说实话，他觉得上节目是免费的。叶家辉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他将注意力集中在他母亲的心理失调上，但他从未考虑过利用自己的见识和能力来帮助其他人。事实上，叶家辉利用自己的洞察力，故意打乱了赫顿的治疗周期，让赫顿的客人受到了一段时间的危害。贪吃的蒋静和男主莫宇背后是叶家辉。同样，为了拿走 F 文件，叶家辉同样引入侦查和跟风，做了很多违法的事情。由此看来，赫顿是容光焕发的，他相信每一个对他有过比较伤害的人都能得到治愈，继续平凡的生活。叶家辉木讷，或许他相信每一个人像他一样受到伤害，就会不断的受到伤害，像他一样经历。赫顿和叶家辉是2个截然不同的宇宙，他们永远不会相遇，叶家辉也永远找不到赫顿。赫顿是个谨慎的女人，尽管有一段时间她忘记了去寻找叶家辉阴暗的一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叶家辉的活动也会呈现在赫顿的面前。时间是赫顿最好的武器。与赫顿一样，钱开义人品好，性情好，也相信自己的节目能帮助到更多人，所以他不遗余力地想开诚布公，欢迎赫顿加入。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赫顿和钱开义相互影响。无论如何，不管怎样，
除了时间，谁也看不透赫顿和钱开义之间的爱慕之情。当钱开义为赫顿写了一首藏族离合体14行诗时，赫顿显然明白钱开义想要什么，但又表示不明白。既然如他所想，他想要时间去观察一下钱开义对他的感情，来决定钱开义是否值得永远托付给他。02肖战的玉骨遥控器名声大噪，被网友票选为最受期待的综艺节目。最近，社交舞台上出现了一个网友自选的动作，行动的实质是让大家选择最期待的节目来传达。在这场选择运动中，参与决战的服装剧集可谓家喻户晓。其中，肖战的作品《玉骨遥》就更出名了，在不同的节目面前遥遥领先，获得了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戏份。大多数网友的假设，千皮般的虚张声势可以说是越来越遏制了肖战的玉骨被大众所喜爱的程度，而作为一个文艺青年，肖战也逐渐让大众看到了他真正极致的情感容量和扎实的影响力量。显然，从这个决心中已经完全说明了一点，那就是玉骨遥此前已经在众人心中建立了良好的根基，无论传播多久，必将一炮而红。更有使者，消息也证实了玉骨遥的杀伤力。此前预告片《玉骨遥》的播放量已突破5亿，预约量大增。该节目的恶名榜经常胜过破败名单。人们往往会看到，观众对这部剧已经焦躁不安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玉骨的到来只差一次权威申报，其他提前沟通的安排已经完成。显然，以肖战以往的传播作品来看，玉骨遥稍后传播可能会更好，因为传播有很多种，有网络同步传播，也有站内同步传播，还有精英传播在网络上等等。所以，干脆等这些东西在特定的距离上进行检查和交流吧。其实很近，综合考虑，肯定很少有 channel 热衷于这么知名的作品。事实证明，在期待肖战作品的同时，无论是作为粉丝还是作为一群人，我们整体上都期待肖战的作品在上映后能够取得很好的评价。毕竟肖战不是只是一个优秀的偶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艺人，他的不懈努力，他的承诺等等，无论如何，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以出色的工作被介绍给普通大众。而从之前共事过的同事、领导对肖战的评价来看，他们也都格外感激。显然，这些人脉的认可和肯定，让更多人了解了肖战，也让他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群的尊重，是对一个艺人最好的证明。随后，可以预见的是，有了更多人气的支持，肖战未来的演艺之路极有可能一帆风顺。03跑男的套路在星期六中重演，张艺兴又耍花样。最近，仙侠剧的剧情比得过分，被吐槽。传说中应该是实力严重的领域对于精彩无望，胆子大的女人应该是傻傻甜甜的，两人的性格也不是直来直去的。假设他们在天堂里被阻止掉下来，他们就会下到人间去刷副本。刷完世界副本后，我们将共同对抗庞大的恶魔，直到生命的尽头，最终得到和谐的美好。至于配角艺人，他们要么是硬件人物的糟糕变体，要么极大地助长了对传奇和勇敢女性的崇拜。事实上，录制就像拍摄一样不足为奇，小精灵世界观中的对待和滥用焦点。从长远来看，几乎所有在线写作的进步都得到了补偿。原来如此，改编自 IP 的名句不计其数，这个内容感觉有可比性。总而言之，有益的东西是众所周知的，每个人都应该在他们想被利用的情况下利用他们。这不只是影视剧的那种心态，但是在剧场版市场的每个人都很容易发现。当一款游戏出圈的时候，几乎所有知名的节目都会上演。它可能不会被完全伪造，但得到一点点是很正常的。这部最近一期的跑男重复了中的套路。在跑男中，蔡徐坤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而在星期六中，又是张艺兴再创佳绩。蔡徐坤反应不过来，没搞清楚游戏的标准，被人嘲讽还原，节目组素材充足。游戏的核心是心口分明，
程序即会照顾到从小学到中学的数字题。人们需要用嘴说出一些不可接受的反应，但他们需要用手做出正确的反应。既然是反应能力的考验，难免一时半会还不明白。像李晨和孙怡这样错误的锻炼，发出错误的信号，并不难。没被处理掉之前，蔡徐坤的展览真的很有趣。一直都没有弄清楚比赛的计划，首领提出询问的时候，的确，即使是6减3这样的基本计算，他也完全僵住了。李晨在边缘暗示没有。随后，首领又给了他一次机会，但他还是震惊了。或许正是这种忘乎所以，让节目组看到了后期素材的机会。所以我又问了他几次，在他完成了所有的耻辱之后，看不懂怎么玩之后，首领想都没想就杀了他。现场惊艳到连沙溢都吐槽节目组真是惨不忍睹。这种相关性有效地引起了人群的咯咯笑声。张艺兴下意识答8问，剥削武大靖，被指没选项打手指。关于星期六，鉴于比赛是对决比赛，所以2对2人的对决，所以大秀之后就只有张艺兴和武大靖了。游戏设定也略有不同，2个人互相交谈，而不是一个局外人提出询问。当他们中的一个人找到一些不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时，然后到那时，尽管没有得分，但也将有拳击训练的缓冲变体。作为问题的创造者，张艺兴对武大靖的反问一开始就是一个8倍的重复，然后我又改了一次，改成了武大靖一脸懵逼，说这2个问答是8个。更何况张艺兴还有些意外，感觉自己显然没有听到武大靖的询问。然后他想到了一个8的倍数的问题，武大靖可以继续回答下去。这样几次之后，武大靖就一起喊了起来，就变成了88，是爸爸的谐音。一旁的王鹤棣看不下去了，咧嘴笑着说他在剥削你。继名利双收之后，张艺兴又是游戏中的暗黑开局。当有人问我的时候，我显得有些笨，因为我无法回答，口中应声而出，双手却僵硬的让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都说是鸡爪，都说是巨力，情敌武大靖看在眼里，忍不住想要模仿他。因为重蹈覆辙，张艺兴好不容易得到了武大靖的微妙管教，冲击着打法取得了各种不同的结果。张艺兴无意间又玩了一把绝技。